大家好，狗狗币2周之前提到过上升三角，但是后面判断错误，跌回到0.21，主力再给我们机会做多，那利润在手上。等下来聊一聊狗狗币做多平仓的计划，以及有些朋友在问狗狗币短期的支撑会在哪个位置，或者是比特币2年之前做多的利润。等下再来聊一聊顶部计划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，如果你用我们 OKS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现货加合约各交易一笔，没有金额限制，可以在 Discord 社群上面联系我们加入交易群。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S 交易所，视频下方有我的 OKS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也就是2周之前，当时有一些朋友在讨论狗狗币，就是这个盘整的区间，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上升三角？不过当时也是跟大家提到，我个人是偏向有可能狗狗币就是它这个位置还是一个收敛三角啊。那现在的位置这几天狗狗币又来到，也就是前面这几个高点的位置，包括狗狗币昨天好像是有消息 ETF 是推迟。那有些朋友又在担心这个位置会不会是一个压力？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你尽量观察它这一个收敛三角趋势已经是突破了，所以它是一个有效的突破。而且像这种柱状，不是你我这些散户可以拉得出来的，都是主力在这边表态拉出的这种柱状的 K 线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狗狗币有可能短期涨多了，反正盘整一段时间。后面我估计还是要继续往上涨，因为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也就是这个维加斯指标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在2024年的时候，这个4个小时的维加斯指标，以前有跟大家讲过，比特币历史上2023年维加斯指标黄金交叉，然后2024年的时候5万美金左右维加斯指标也是4个小时再次黄金交叉，后面价格也是继续涨。以及2025年维加斯指标黄金交叉，反正我是相信狗狗币2024年的时候，维加斯指标144通道黄金交叉这一个576676通道，反正它是涨了几倍哦。以及我们看一下，那这一次2025年前面有一次黄金交叉失败，价格再洗回来，然后2025年7月份这个位置再一次黄金交叉，其实上一次就有要上攻的味道。但是可能上面有一些套牢的筹码，主力也是在这个位置继续洗盘，所以我们看一下洗盘的空间，可以留意一下，就是之前跟大家提的那一个0.21的支撑。狗狗币4个小时，它不光是前面这个盘整区高点的支撑，以及这个盘整区高点的支撑0.21，反正视频在这个区间里面是天天在提啊，0.21有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，那有利润到现在，但是我看到有些朋友是说没有这个狗狗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看我的视频，反正我是一直坚定在看涨比特币跟狗狗币，或者是有些朋友如果你想再加仓的，我的观点是短线你先去留意4个小时的狗狗币，有可能是在这个区间盘整，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，你去观察一下当时这个位置跌的时候起跌的这个点位，也就是大约是在0.229左右，可能是狗狗币中线或者是短线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。那至于低点在这个0.21区间有买入或者是做多的朋友，利润要报到哪一个位置再平仓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爆仓的数据，涨到哪一个位置可以平仓，跟我们底部买入的方法一样。也就是当我们看到比特币的价格，或者是全网的数据，或者是整个市场都在疯狂一面倒的时候，往往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之前比特币涨到接近10万美金的高点，你去留意一下市场的数据一面倒的时候，就是空头爆仓数据激增的时候，接近10亿美金，有可能就是会不会是阶段性的高点？因为当整个市场都在疯狂的时候，往往我们要小心啊。以及我们看一下，当时比特币涨到这个位置，价格是接近12万美金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当时空单爆仓数据是接近10亿美金。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图表。至于短线的判断，这2天已经跟大家讲的，当时2020年这个位置 OCT 的时候，日线里面它有可能会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所以最近的比特币价格就是这个情况。但是整个中长线，包括链上的数据，今天也不聊了，我们只聊长线顶部的计划。因为前2年 15K 做多，这个位置也是交易群通知做多，50K 左右交易群也是通知做多，75K 也是通知做多。那现在的利润，我是在等这个顶部啊，没看到这个情况之前，反正我是不会把利润给平仓，因为我们去留意一下，2015年当时比特币价格上来的时候，趋势是不是也是缓慢的趋势？2022年底部起来的时候，趋势是不是也是缓慢的趋势？而且每一次都是跌到趋势线，跌到趋势线，反正几个位置都带大家继续做多。那现在的利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2017年当时突破欧弹劾之后，它的趋势变了，这种陡峭的上涨、抛物线的上涨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或者是现在突破欧弹劾之后，你有看到它这种抛物线上涨吗？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。